承德舰升级，已加装 BAE 公司的 Type 997雷达，性能提升多少？ M60A3 加装环景雷达警告系统，将亮相台北航天展。详解美国海军2025版未来30年造舰计划与现在相比有哪些变化？美国海军海鹰替代品将利用陆军远程突击飞机项目。精彩内容马上开始。4月10日，有媒体报道，正在高雄港区进行升级的康定级承德号已经有了新进展，目前已经成功安装 BAE 公司的 Type 997雷达。台湾计划在2022年到2030年对6艘康定级巡防舰进行升级，重点就是装备中山科学研究院自研的华阳垂发，可安装32连装的海剑2防空导弹，同时换装 3D 雷达，更新拖曳声呐，并对舰体进行强化。虽然中山科学研究院也有性能类似的海风眼雷达，但是没有被法国列入升级方案。康定舰的升级由法国造船厂承包，按道理来讲，使用法国雷达才是最优解，只可惜法国不卖，于是选择了英国的 Type 997。在春节期间，承德舰就已经开始施工，拆掉主桅部的相关结构，以加装新装备。等到4月10日，就已经成功安装 Type 997雷达，取代原来位置的海神纪对空搜索雷达，那么其性能提升多少？就性能来说 ，Type 997雷达并不差。根据公开情报来看 ，BAE 公司曾对外表示，997型雷达可以同时追踪900个目标，即使是速度达到3马赫、大小与高尔夫球类似的目标，也能有效追踪。这也就意味着超音速反舰导弹更是不在话下。不过997雷达并不追求尖端技术与昂贵零件。台湾之所以选择这款雷达，是看中了其极致的性价比。997雷达使用的都是已经成熟的技术，可简单换装以提升旧型船舰的探测能力，或者给新型的中低成本舰艇使用。在欧洲海军那边，地位相当于 SMART-S 雷达。除了997雷达，还有消息称，帆布上印有泰勒兹标签的巨型零件也已经送至承德舰工程码头，很可能是拖曳声呐。接下来的升级，火力军将持续关注。M60A3 TTS 加装环景雷达警告系统，将于9月份亮相台北航天展。台湾目前正在对现役的 M60A3 进行升级，这点我们之前也聊过。装备新的射控系统，更换引擎，以最佳成本效益提升战斗力、安全防护力与装备妥善率。现在已经确定2辆正在升级的 M60A3 将亮相9月份的台北航天展。航展上的 M60A3 除了上述升级之外，还将装备一个环景雷达警告系统。台湾现役的云豹战车就装备了该系统，但是老旧的 M60A3 并没有。想要观察后方的情况，只能安装一个类似汽车使用的后视镜。不过在 M60A3 升级案中，台湾已经规划了环景雷达警告系统，以及夜间辅助热像仪等装备，可以将车外摄影机拍摄到的观察影像传送至车长头盔荧幕，不仅没有驾驶死角，从而提高战场感知能力。等到 M60A3 完成升级方案，大家想看到战车加装后视镜都没有机会了。美国海军2025版未来30年造舰计划有哪些改变？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美国海军提出的2025版未来30年造舰计划，将使现役舰艇总数在2054年达到390艘，这比之前制定的造舰目标数量稍微多了一点。就结果来看，在未来30年中，美国海军将采购364艘舰艇，并且不包括任何无人系统。那么这些舰艇都包含什么？相比较现役舰艇，美国海军未来装备的航母和大型舰艇数量将有所减少，大型和中型两栖作战舰艇的数量与目前大致持平，而小型水面舰艇、小型两栖作战舰艇以及后勤补给和支援舰艇的数量有所增加。在航空母舰方面，目前美国海军装备了10艘尼米兹级与1艘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在未来30年内采购6艘福特级，从2030年开始，每4年到5年采购1艘。随着福特级取代尼米兹级，到2036年之前，美国海军依旧保持有11艘核动力航母。不过从2037年到2046年，核动力航母的规模就会在10到11艘之间波动，之后的时间数量将会进一步缩减到9艘。在核潜艇领域，美军则是使用12艘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取代14艘俄亥俄级。根据合同要求，在2026年到2036年之间，
以每年1艘的频率采购，这点没什么好说的。与其他类型的舰艇不同，美国海军的战略核潜艇兵力目标不是由海军的兵力结构评估决定的，而是美国国防部下属的战略司令部根据所需驻扎潜艇数量以及这些潜艇的作战可用性决定。而哥伦比亚级取代俄亥俄级已经确定很多年了，在2025版的造舰计划中也保持不变。至于攻击核潜艇，变化就有些大了。目前美国海军装备了47艘攻击核潜艇，其中包括20艘洛杉矶级、3艘海狼级、24艘弗吉尼亚级，还有4艘由俄亥俄级改装的攻击核潜艇。而根据2025版未来30年造舰计划，美国海军会采购59艘攻击型核潜艇，其中9艘带有 VPM 的弗吉尼亚级，36艘不带 VPM 的型号，以及14艘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等到2054年，美军现役的攻击级核潜艇数量会达到66艘。除此之外，从21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海军还将以哥伦比亚级为基础，研制6艘新的大载荷攻击核潜艇，估计建造方式将与俄亥俄级改装成攻击型核潜艇相同。在大型水面舰艇方面，也就是各种巡洋舰与驱逐舰，美国现役数量大约为85艘，将在未来30年中将采购51艘驱逐舰，包括23艘伯克级和28艘下一代驱逐舰。至于巡航舰这种东西，美军不会继续建造了，提康德罗加级用不了几年就会全部退役。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军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会有所削减，在21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数字应该都在70艘左右。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减少，小型水面的数量反而多了起来。在滨海战斗舰与扫雷艇方面，美军现役的数量为26艘与8艘。在2041年之前，这些滨海战斗舰的数量将维持在25艘左右，之后就安排这些舰艇逐步退出现役。至于扫雷艇，则在未来3年内会逐渐退役。在小型水面舰艇方面，重点是星座级。在未来30年中，美军会采购24艘星座级，与57艘星座级 Flight 2型护卫舰，总数量达到81艘，这还没有算正在建造的6艘。在两栖作战舰艇方面，美国海军目前现役32艘，其中9艘大型两栖攻击舰，13艘中型两栖船坞运输舰，以及10艘中型船坞登陆舰。在未来30年中，美军将采购8艘美利坚级、5艘圣安东尼奥级 Flight 2，以及12艘下一代两栖船坞运输舰。剩下的就是一些支援舰和无人舰艇了。按照美国海军的计划，将采购71艘后勤补给和支援舰艇，其中有58艘都是后勤补给舰。至于无人舰艇，在2025版本未来30年造舰计划中没有任何估计费用。之前是计划采购134艘无人舰艇，但是这东西毕竟处于研发中，在没有官宣服役的当下，舰艇数量与成本都是未知数。美国海军 MH-60 海鹰的替换计划将借鉴陆军的未来远程突击飞机项目。根据公开情报来看，美国海军大约拥有270架 MH-60R 和256架 MH-60S， 其中 MH-60R 主要用于反潜、反水面作战，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MH-60S 则侧重于搜索救援、垂直补给、特种作战支援。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二者为美国海军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在当前的作战环境中，各国的防空和反舰能力都有所提升，这就导致海鹰的性能已经不够看了。航程、速度、态势感知能力严重不足，很难在未来高威胁的环境下有效执行任务。加上美国海军的分布式作战，强调分散作战力量，对直升机的作战半径、速度和协同作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美国海军急需一款新型直升机来替代现役的海鹰，也就是未来垂直升力海上打击计划，发展一个包括有人和无人平台的家族，以取代海鹰和 MQ-8C 火力侦察兵无人机。就目前来看，海军已经盯上了陆军的未来远程突击飞机项目，打算借鉴一下。该项目的成果就是 V280， 用来取代黑鹰，通过独特的轻旋翼技术，兼具直升机的垂直起降能力和固定翼飞机的高速巡航能力，其最大巡航速度达到了每小时520公里，最大起飞重量为 13.6 吨。相比之下，黑鹰的最大巡航速度不过每小时330公里， MH-60R 海鹰的最大飞行速度只有每小时267公里，最大巡航速度则是减少到每小时160公里。在航程方面， V280 的航程范围为930公里至1480公里，最大航程可达3890公里。黑鹰一般航程为2220公里，海鹰就惨了，航程只有834公里。
如果能将 V280 的性能转移到 FVL-MS 项目中，不说100%的转移，即使只有80%也足够了，可以在太平洋地区快速抵达目标区域，满足作战部队快速响应和远程作战的需求。因此，海军已经明确表示，将借鉴陆军未来远程突击飞机项目的成果，利用其在发动机、模块化架构、先进旋翼叶片和材料等方面的技术，发展 FVL-MS 项目。按照美国海军迈克尔·巴茨唐纳利少将的说法，虽然海军的使用环境与陆军不同，不能直接采用陆军的机型，但是 V280 的性能以及前期的准备工作可以为海军提供参考。就性能来说，美国海军对 FVL-MS 项目的设计已经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需要2架 FVL-MS 飞机能搭载任何一艘巡洋舰和驱逐舰，以及滨海战斗舰和护卫舰上，也就是提康德罗加级、伯克级以及星座级。还要考虑舰上有限的空间和海洋环境，包括腐蚀问题。至于多任务的要求，比如反潜、反水面作战等，难度并不大，重点在于有人和无人平台的有效协同作战。目前 FVL-MS 计划已经完成了备选方案分析，正进入能力发展文件的制定阶段，以确定核心需求和相关作战概念。这也就意味着该项目从概念探索阶段逐步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之前贝尔公司已经向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销售其 V280 的海军衍生型号，以及其无人版 V247， 可以进行海上打击和反潜作战。就火力军而言，贝尔公司的确很有希望。从发展趋势来看， FVL-MS 可能也是轻转旋翼技术，以满足海军对速度和航程的要求。不过在舰上使用时，轻转旋翼机还有一定的问题，比如空间占用和起降安全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在这方面，贝尔公司占据一定的优势，毕竟陆军已经看中 V280 了。如果想要保证后勤与价格， V280 也是最优解。当然，海鹰不会直接全部退役，而是与 FVL-MS 形成一个混合机队，确保在新机型全面列装前还有作战能力。海军还有时间考虑。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承德舰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完成升级？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